各位网友，大家好啊！还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啊！柬埔寨和泰国这两个东南亚的邻国怎么就打出来了呢？我们再聊一下这一场现实版的老朋友翻脸。那么这一向关系不错的两个邻国居然在边境上真刀真枪的开打。你看，坦克、F-16战机、火箭弹全上了。现在目前是战场一片炮火连天，平民大撤离，东盟等国际社会也开始紧急调停。那么你知道吗？这场战争的起点居然是一通亲密的电话，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来听王叔一口气讲清楚这场冲突的前因后果。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战火的起点，一通让总理下台的泄密电话。故事呢，要从几周前说起就是泰国的女总理贝东丹，没错呢，就是那个前总理被流放的他信的女儿。她上任呢才不到半年时间，就被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被刺了一刀被拖下了水。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两个人私下通了一个电话，也叫录音门电话门吧。那么在这个电话中间呢，佩东丹呢称洪森为叔叔，因为洪森是长辈，是吧？并且他跟洪森说自己和军方是对手，自己很多事儿搞不定。这说的呢倒实情，这也是相当于一个晚辈来恳求长辈洪森，是吧？沟通协调一下，因为洪森作为长辈曾给贝东丹的父亲他信以政治庇护，当年说明两家关系还是不错的。按理说呢，就像两个老朋友之间，是吧？吐点苦水倾诉，交流交流。没想到洪森居然把这段通话发给了自己的军方，造成了传播。结果泰国全国哗然。像什么话呢？你一个国家总理居然向外国领导人透露自己和自己国家军队是对手，还叫谁来叔叔舆论直接的爆炸。佩东丹无法挽回局面，最终黯然辞职。这个事儿呢，也让泰国军方呢非常恼火。有人说这是柬埔寨故意挑衅，也有人说呢这是洪森在搅局。但无论怎么看呢，这通电话之后，两国的关系就彻底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冲突爆发，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踩中地雷，引发了连续几天的战火随着双方这个紧张局势加剧呢，就在7月23号晚上，泰国边防军在乌文府巡逻时，有一位士兵呢踩中了地雷，腿炸断了，当场重伤。泰国军方指责这是柬埔寨埋的地雷，意图杀伤泰军。那么检方呢就否认，我们根本没有布雷，这是原来二战时留下的老的地雷还反咬这个泰国这个军方故意演戏但就到了第二天凌晨，双方的冲突真的爆发了7月20号凌晨4点双方在博维夏寺庙附近开火。那么这个寺庙是两国争议的一个焦点，位置呢在边境悬崖上。法律上呢它属于柬埔寨，但很多泰国人认为是自己祖宗留下来的。柬埔寨军队首先用火箭弹和机枪轰炸了泰军的哨所泰国军方则出动了美国的 F-16战机、反坦克导弹、地面装甲部队全面还击。这可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打死几个人而是整一条边境线上的一个交火，打到第二天还没有停火。根据目前的公开数据，至少有16个人死亡，其中泰国有平民和士兵的遇难，那么柬埔寨承认也有军人的阵亡，有超过了12万人被紧急的撤离家园，包括老人、小孩。
那么也有医院、学校，包括加油站被波及，基础设施严重受损。那么可以说啊，这一仗已经不是这个之前的口角冲突啊，双方骂战，而是实质性的开打。那么这个事儿要想打起战争来也不那么容易，凭什么就能打得起来呢？所以王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啊，对吧？因为你想一下，不就为了一个寺庙那个小地方吗？不就那通电话吗？是吧？惹得泰国军方不高兴，至于打成目前这个样子吗？啊，有点这个愈演愈烈的架势了，值得大家多动脑子考虑一下，究竟是为什么？我王叔觉得呢，第一层呢就是领土的争议啊，这是明面的这个一个借口。因为早在1962年，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法院啊，简称这个 ICJ 就裁定的博维夏寺庙归柬埔寨，并且在2013年还再次确认。可泰国人一直认为，觉得这是裁决的不公平，认为检方借国际法偷地盘。而这个寺庙呢，每年都有上万游客来朝圣，还能带来一些门票的收入、商业利益。谁拥有它，谁就有了地位和钱，是吧？所以别看这只是一块石头庙，其实背后呢是民族之争加上地缘经济的一个综合因素，这是第一层了。那第二层，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洪森要突然背刺贝东丹呢？啊，这个原来两家比较好的啊，两个家族啊，这是关系走得比较近的，是吧？洪森过去跟他姓家族的关系非常不错啊，他姓流亡的时候呢，柬埔寨还给他提供了政治庇护，对不对？那么为啥这次要倒戈背刺一下呢？王叔分析啊，原因有3点。一个呢，洪森已经退位了，他想把他的权力交给他的儿子洪马赖，所以他要帮儿子呢巩固政权。那踩一脚邻国的盟友呢，是一种立威的手段，杀人立威，踩对方立威嘛，帮自己这个家族立威。第二个呢，贝东丹在通话中承认自己呢跟控制不了军队，是吧？这个他的总理的话，这个当的也是窝囊，是吧？那么洪森这个老江湖一听呢，跟王叔之前啊分析贝东丹执政后的面临的困境，就判断他撑不了多久，继续撑他就毫无价值，不如踩一脚。这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借机挑拨泰国内部的军政关系，激怒军方，让泰国陷入一个混乱，政局动荡啊，为柬埔寨争取边境这主动权，不管是打仗还是干嘛，他有主动权打着你把你打乱。一句话，这就是洪森以通信这个通话为做局，这个标准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权谋老奸巨猾的洪森再一层呢，就是边境这个争夺战呢，边境一直是灰产地带，大家知道泰柬边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灰色区域，是吧？这里有大量的什么诈骗园区跨国赌场地下人口交易被称为东南亚的灰色三角地带。很多园区背后都有保护伞、不法军方的、政商的以及外国势力插手。那么柬埔寨边境存在大量的涉及由中国的包括柬埔寨的是吧？各级官员包括这个各种走私犯、诈骗犯那它是一个犯罪中心，它有巨额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因素。所以泰国在2025年，就是今年2月份呢，泰国和柬埔寨警方联合突袭了一个叫 Poi Pat 的这个边境城镇，一家诈骗中心，解救了大概200多名这个被扣押的外国劳工，其中包括109名的泰国人，50名的巴勒斯坦人。那么泰国政府呢已宣布关闭边境多个这个不是正式的这个贸易通行的检查站，是吧？并暂停给检方诈骗区园区供电供网切断它的那个非法的这个运行这个能力。然后泰军方面呢，则明确这个标注这些措施呢，也服务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所以要关闭了这个后来有7个接壤的柬埔寨这个边境口岸，并限制通行。
并且在泰国正在把这个赌博要合法化，是吧？你搞这黑社会这不行，是吧？这让洪森认为呢，动了柬埔寨的蛋糕。加上泰国呢又和中国走得比较近，又搞了一个中泰铁路，这势必对柬埔寨的经济雪上加霜，所以他要造点乱子，让你不那么容易搞，他就容易赚钱。那么贝东丹呢，本来想和稀泥，泰国军方呢早对这些诈骗窝点呢极其不满，几次想要强烈清除，结果发现很多都跟检方某些势力有关，啊，斩半天斩不断，所以这次战火很可能是双方借题发挥，顺势清算边境这个问题。我想保住我的利益，我想铲除你，双方都有这个经济这个考量。我们下面看看有没有停火的可能。从目前看呢，这个情况很紧张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已经紧急开会了，呼吁双方停火啊！美国啊、东盟的主席马来西亚啊、印度等国也纷纷在劝和。在泰国军方强硬表态，拒绝国际调停，要自己和柬埔寨直接谈。从军力来看的话，泰国应该是占优啊，像美国的 F-16战机好多架了，是吧？换句话讲，目前情况不打到心服口服，双方不会善罢甘休。那么与此同时呢，泰方呢还在边境继续调了这个2个旅的部队，是吧？检方也在开始征兵，并且加强这个防空力量。那么就目前态势来看，短期内不太可能立刻停战啊，估计要把一方打疼这是靠武力说话的，是吧？所以冲突可能会再一步升级，比如这个击落对方战机啊，造成更大规模的平民伤亡。那么这个后果呢，确实有点难以预料啊。玩叔结论又来了啊，老朋友翻脸，局势蛮危险啊。大家还记得吧？那个贝东丹啊，叫那个叔叔是吧？他一方面真心喊叔叔啊，一方面真心下了手，所以这个不是电视剧啊，而是现实中的政治的冰冷的逻辑啊，这也不是一场简单的摩擦，它和这个3月份这个缅甸地震一样，是东南亚啊这个权力板块正在地震的一个集中体现啊。那么这个泰国的房地产到底还能不能捡漏呢？王叔一直说啊，今年下半年到泰国去是吧？怎么房地产搞捡漏，能不能捡呢？王叔观点跟他分享一下，正是捡漏的时机啊！越是打仗是吧，造成地产价格下跌啊，这也许正好是这个机会，好不好？那么泰国的局势未来还怎么发展，我们也拭目以待。如果大家想了解泰国啊未来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个战争变化，王叔会继续给你报道。好，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